12岁那年，我和李二、王军、阿伟在山上玩，突然李二惊呼起来，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。见我们呼啦一下围过来，他便献宝似的爬出一条蛇。说实话，蛇这种东西，我们这些山里孩子从小便看得多了，但像这样通体翠绿如玉、双眸血红的怪蛇，着实谁都没有见过，忍不住啧啧称奇。李二很是得意，说他发现的这条蛇，所以这条蛇是他的猎物，他想结果了这东西的性命，然后拿回去给他爹泡酒喝。他刚一说完，那玉蛇像是通了灵性，冲我急速摆了摆头。我动了恻隐之心，便劝李二饶了他。没曾想李二这混蛋不依不饶，还差点和我打了一架。等我们回过神的时候，才发现那条玉蛇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小孩子心性，这件事情我也很快就忘记了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几天后竟然再次碰上了那条玉蛇。那天晚上月黑风高，等到家里人熄灯后，我便蹑手蹑脚，悄悄翻出院子，偷偷赶到村头的老树下。王军、李二、阿伟早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领头的王军比我大3岁，是村里的孩子王。今夜就是他提议去鬼窟沟冒险。这鬼窟沟据说原本只是一处小山沟子，可历经民国抗战，年年尸横遍野，那鬼窟沟又是临近村子的交界处，变成了一处乱葬岗。即使到了今天，也能时时听闻有关鬼窟沟的怪事儿。反正一句话，那沟子邪乎得很。行过好几里山路后，我们到了鬼窟沟，向下望了一眼，只见血红的月光下，山沟里遍布着低矮的小土包以及一些支离破碎的棺木。随后我们便走了过去，王军咳嗽2声，吩咐了今晚的任务，让我们每人去捡一样东西过来，能做到的就是拜把子兄弟，大家就算是同生共死过了，不能做到的就不是兄弟，今后也不能跟着大家一块儿玩了。李二和阿伟捡到一块不知是什么动物的骨头，见我站着不动，王军就问我：小沙，你是不是认怂了？其实我是打心里瞧不起王军的，老觉得这小子心术不正，喜欢偷鸡摸狗。但为了避免日后被人说我是怂包，矮上他们一头，我还是硬着脑壳子去了。和其他人一样，我随意捡了块木头就回来交差了。今夜的冒险就此结束，我们便沿着原路返回。可走了没多久，领头的王军却张着嘴愣在了原地。明明穿过这片小树林，就应该是一条直通向村里的泥巴路，可刚刚我们走了好久，又回到了原地。一时间，我们几个人都蒙圈了，完全不知该怎么办。有胆小的更是吓得哭出了声。王军毕竟年长些，懂得多，说我们可能遇上大人口中的鬼打墙了，只要我们老实待着，等到天亮以后，自然会有出路。在原地站了会儿，我忽然听见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，还伴随着唢呐和二胡的乐曲声，像是有人在唱大戏。奇了怪了，3更半夜的，在这山林子里面，怎么会有人唱戏呢？我们就循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，只见前面正中央的地方搭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台子，几个打扮的花花绿绿、穿着戏服的人正在台上咿咿呀呀的唱着。台上戏声不停，而台下更是坐了不少人，望见真是戏班子。我们跑了过去，正听到入迷时，一干枯瘦小的黑衣老头端着盘子走下戏台。这时我前面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阴恻恻说道：戏唱得不错，当赏。他掏赏钱时，一对手镯掉落到地，还不等我做出反应，身旁的王军眼睛一亮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身捡起那对手镯，飞快地塞进兜里。忽然我脖梗处传来一阵沁人的凉意，匆忙低头一看，一条翠绿如玉的小蛇正盘在我的肩膀上，而这条玉蛇正是上次我从李二手里救下的那条蛇。小蛇伸了伸头，示意我看戏台。我抬眼望向戏台，那些戏子和观众此时皆是面色惨白，动作死板而僵硬，而我同村的伙伴个个神情呆滞地望着台上，如同丢了魂一般。糟了，冷汗顺着我的脊背流下来，我恍然想起了爷爷曾说过的鬼戏，那是在荒郊野外的地方专门演给鬼看的大戏，如果活人误入其中，便会被迷走魂魄。脏东西是循着活人气息过来的，我赶紧用手掩住口鼻，手使劲拍了拍王军他们的手，他们身子猛然一抖，连喘几口气后，众人望着眼前诡异万状的情形，吓得几乎瘫痪。我连忙示意大家和我一样捂着嘴，然后纷纷调转身体往外跑。眼看就要脱身的时候，我忽然听见扑通一声响，似是有人摔倒在地上。回头一看，只见队伍最末尾的李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手忙脚乱的想要爬起来，他的身前站着一个穿着寿衣、头发花白的老叟。那老叟居然俯下身将李二扶了起来。这时我发现老叟惨白的面容有些眼熟，竟像是前2年村里去世的李老爷子。老叟抬眼打量了我们一圈，低声道：你们几个娃不要命了吗？赶紧走走，
这时，戏台上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台上的戏子拿着一根棍子指着我们，所有的观众和那个女人都望着我们。阿伟喊了一嗓子：“跑啊！”我们慌慌忙忙转身，拼命向前跑。我们吓得魂飞魄散，跑进小树林里，看到几个岔路口。正当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的时候，一条青蛇出现在了一个路口。这不就是我救下的那条青蛇吗？我大喊一声，往这边跑了不知多久，前方出现了那棵熟悉的老槐树。一夜惊魂未定，又是接连奔波，大家都熬不住了，站在老槐树下不断喘息。李二小声问我说：“刚才那条小蛇咱们是不是见过？怎么瞧着那么眼熟？”我说：“沟子山上的事儿你忘了吗？”李二庆幸地说：“幸好当时没弄死他，否则咱们都就完了。”我点点头，蛇是通灵性的，我上次在沟子上救过他的命，所以昨晚他也救了我的命。这时王军便叫我们不要说出去，然后便各自回家睡觉。第二天下午，门直接被踹开，我吓了一跳。只见爷爷进屋怒吼道：“昨晚你们去哪了？”昨晚我那也没去啊。爷爷过来拧住我耳朵说道：“还不承认？”我说：“爷爷疼，耳朵疼，轻点。”这时爸妈走了进来，老爸一脸严肃，老妈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哭过一样。我感觉事情似乎有些严重了，于是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这时爷爷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王军死了。”我心里一惊，立刻问道：“王军死了？什么时候？”爷爷说：“就在今天中午，洗澡坐在桶里死的，死的时候还抓着一个玉手镯。”我悚然一惊，大张着嘴巴，愣愣地看着老爷子，满脸不可置信。王军死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昨晚我们回来才好好的，昨晚你们不是在睡觉呢？爷爷怒吼道：“不好！”一下子说漏了口。我惊慌地交代了昨晚的所有事情。听见我被一条小蛇给救了，爸妈都觉得有些意外。老爸说，蛇咬人的事情听得多了，蛇救人的事情还是头一次听说。老爷子面色逐渐铁青，随后问了一个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：“你有没有碰过那对手镯？”手镯？我心头疑惑良久，忽然想起昨晚在看鬼戏的时候，王军抢在我前面捡走了一对手镯，当时我还在心里骂他来着。没有，那东西我没捡着。我摇了摇头，想起那对手镯，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可惜。见我矢口否认，老爷子和我爸对视一眼，竟同时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我爸的口吻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喜悦。随后老爷子盯着我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小子，谨记一句话，死人的东西不能要。”我用力点点头，王军就是个血淋淋的例子。我在心里发誓，死人的东西不管再值钱，我都绝对不会要的。爷爷，我去看看王军，毕竟也是朋友一场，不去看看好像不够义气，而且王军死的那般诡异，我实在是有些好奇。老爷子颔首道：“可以，但是不要节外生枝，早去早回。”我应了一声，快步往门外走去。出门的时候，我隐隐听见我爸跟爷爷在后面说话。我爸说：“这事儿算是结束了吗？”老爷子说：“结束个屁，才刚刚开始。”我爸有些焦急，那可怎么办呢？老爷子安慰道：“别着急，我已经联系了唐大师，让他回头给看一看。”这时迎面吹来一阵阴风，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。什么事情才刚刚开始？来到王军家时，堂屋里放着2条长凳，凳子上架着一口红漆棺材，漆色都还是新的，显然是刚买回来的。棺材后面摆放着一张案台，案台中央是王军的遗照，两边点着香火蜡烛，下边放着一个盆，盆里烧着纸。王军他爸跪在火盆边上，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，应该是跪了很长时间了。我原本想给王军上2炷香的，看见王军他爸那副样子，我又不敢过去。这时突然传来一声惨叫，我一惊，阿伟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阿伟把我一直拉到墙角。我问阿伟：“你乱叫什么？”阿伟神色惶恐，听说王军死了，我过来看看，然后烧纸烧到手了，我能不叫吗？我说没什么好看的，回去吧。哎，阿伟拉着我，紧张兮兮地问：“你说王军是怎么死的？洗澡淹死的？你没听说吗？”我问：“不是。”阿伟摇了摇头，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洗澡桶才多大，王军怎么可能会淹死？神经病！我又不是王军，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？我留给阿伟一个白眼，不想继续跟他纠缠。阿伟上前拉着我的衣服说：“你没觉得不对劲吗？王军自从昨晚从鬼哭沟回来以后，就莫名其妙的死了。我想来想去都想不到他自杀的理由，所以我怀疑昨晚他可能招惹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”说完便露出一个怪异的表情走了。这时我抬头一看，又是那条小青蛇，它缠在房梁上，微微昂起舌头，像是在看我。我心中一凛，这条小蛇怎么跑到王家凑热闹来？王军莫名其妙自杀，不会跟这条小蛇有什么关系吧？小蛇救过我们的命，应该不会害死王军的。
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小青蛇突然消失不见了，我心里一惊，见此我赶紧往回跑。回到家里，老爸从外面走了回来，叫我去祠堂。我说去祠堂做什么？听说是唐大师的意思，让你们几个小娃今晚全都去祠堂避一避。说完，我便跟着老爸去祠堂。去祠堂的路上阴嗖嗖的，总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跟着。到了祠堂后，李二、阿伟、我爷爷、唐大师、村长李爷爷都已经到了。唐大师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，周围的村子发生的所有诡异事，唐大师都能轻松解决。唐大师挨个问了一遍昨晚的情况，我们哪里还敢隐瞒，一个个老老实实交代昨晚的行踪，包括去鬼哭沟碰上唱鬼戏这些事情，全都到豆子般吐了出来。听到小青蛇救了我的时候，唐大师低声的说了一声奇怪。当我说到红衣女子的时候，唐大师显得异常的难看，面色凝重的问我有没有看清楚那女子的模样。我回答道，我只记得她穿着红色的衣服，身材也挺苗条的。这时唐大师的脸色越发的难看，李村长和我爷爷赶紧上前问他怎么回事。唐大师摇了摇头，苦着脸说，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，这是撞了凶煞了，只怕那女人今晚还得找上门来。一群人听了，李村长赶紧问道，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唐大师面露难色，不停地摇着头，然后长叹一口气，很无奈地说，李老爷子，我只能说尽力而为。爷爷问道，大仙，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为何连你都如此忌惮？唐大师说道，昨晚你们碰上的那个红衣女子是民国时期附近一个大地主的千金，名叫孙红，长得年轻漂亮，最喜欢穿大红衣。孙红18岁那年被土匪盯上，把她抢到了山寨，然后屠杀了所有人。从那之后，孙红整天郁郁寡欢，在某一天趁人没注意，穿着红衣偷偷地跑到河边，发誓变成鬼也不会放过那群土匪，然后就跳河自尽了。头7回魂那天，他回来复仇，屠灭了整个山寨，有的人心脏都没有了。自那之后，经常有人在那里听到有人说话，渐渐地变成了鬼寨。听完唐大师的讲述，爷爷赶紧问道，那个鬼寨不会是鬼哭沟吧？唐大师点了点头，顿时大家一惊。然后唐大师把我们的生辰八字写在了黄纸上，分别埋在不同的香炉里面，用香灰覆盖着，上面各自点上一炷香。做完之后，同样把手镯埋在香炉里面，还贴了张黄符在香炉上，叮嘱我们谁都不可以碰这个香炉。唐大师神色凝重地对我们说，你们这几个小娃娃今晚就在祠堂里过夜，不准离开祠堂半步。还有晚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或者见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，都不准打开祠堂大门，听清楚了吗？我们点点头。唐大师叹了口气，便带着村长和爷爷他们离开了。祠堂里香炉里的香慢慢燃烧着，时间过得很慢。在紧张和恐惧的笼罩之下，祠堂外面像是刮起了阴风，那风吹得不正常，呜啊呜的响。我们一个个大睁着眼睛，瞳孔里写满了惶恐。不一会儿，阴风停了下来，祠堂外面突然传来敲门声，砰砰砰！突如其来的敲门声顿时令我们毛骨悚然。我们齐刷刷抬头看向祠堂大门，这么晚了，谁还会来祠堂呢？砰砰砰！砰砰砰！敲门声越来越急促，就像鼓点般不断敲打在我们心头，让人心烦意乱。阿伟说，这么晚了，谁在敲门？说完便朝着大门走过去，竟然想要开门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住阿伟的衣服，你要做什么？阿伟哭丧着脸说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看看谁在敲门。我立马说道，你忘记唐大师说的话了吗？不管听见什么声音都不能打开祠堂大门。顿了顿，我又对阿伟说，那个穿着大红衣的女人说不定此时就在祠堂外面，有种你就去开门。这时李二突然说道，小沙，阿伟好像有一个人在那里。顿时我和阿伟一惊，哪里？阿伟说道，李二指了指香炉，刚刚就在那里啊，怎么就消失不见了？我立即说道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别自己吓自己。此时那咚咚咚的敲门声，加上李二刚才说的话，就像是催命的音符，也不知道响了多久，终于停了下来。当外面传来第一声鸡啼的时候，祠堂门口再次响起敲门声。我们听见李老爷子的声音，小子们快起来开门。此时此刻听见李老爷子的声音，竟然感觉无比的亲切，热泪一下子涌上眼眶。我们跑到门口打开门，李村长、唐大师和爷爷他们的面容显得有些憔悴，看样子也是一夜未睡，就等着天亮来给我们开门。李村长看到我们没事，长吁了口气，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他问我们，大家昨晚过得怎么样？发生什么怪事而没有？
我们摇了摇头，阿伟说没什么怪事，就是半夜时候有人敲门。李村长点点头，指着祠堂大门对我们说：“幸好你们没有开门，否则已经小命不保了。”我们抬头看向祠堂大门，一个个顿时小脸煞白，眼神里满满都是惊恐。祠堂的大门上面居然留下了数不清的血手印，猩红的血迹触目惊心。这时爷爷走过来，伸手抚摸着我的脑袋，不停地安慰我：“没事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会有事了。”这时候，唐大师绕着案台走了一圈，将案台上的香炉挨个检查了一遍，突然出来指着我，除了小沙以外，其他人都没事了。我的心猛然哆嗦了一下，什么叫做除了我以外？众人惊诧地看着我，我几乎都快吓哭了。为什么别人都没事了，我却还有事呢？爷爷也是急了，立即询问唐大师这是怎么回事。你们过来。唐大师指着那些香炉对我们说：“你们看，这些香炉里面的香全都正常烧到了底，落下的香灰也很匀称。再看这个香炉，这个香炉里的香断了。”我抬头一看，看见香炉旁边断有2节香，根本就没有燃烧过，香断了。唐大师说：“其他人可以走了，小沙留下。”阿伟他们纷纷道谢后，阿伟对我说：“小沙没事的，相信唐大仙。”说完便走了。等其他人走完后，便对我说：“香断了，说明孙红盯上你了。他放过了其他人，没有放过你，所以他还会来找你麻烦的。”唐大师这番话令我感到一阵阵害怕，我这是撞了哪门子血霉？那个女人偏偏盯着我不放呢。爷爷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极其难看，随即问道：“大仙，为什么那个女人不肯放过小沙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李爷爷也在帮我说话。唐大师围着案台走了一圈，说道：“奇怪，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呀。我借用祠堂的香火帮你们挡煞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昨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，为什么却偏偏遗漏了一个人呢？”唐大师一脸凝重，便拿起我的生辰八字看了看，自语道：“孙红为什么会单单盯上你呢？”然后手拿着我的生辰八字，闭着眼睛不停地念叨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，不一会儿停了下来，脸上露出疑惑且惊讶的表情，看着我的眼神非常怪异。原来如此，唐大师，你倒是说个明白呀，到底什么情况？爷爷着急地问道，希望他能说出其中缘由。唐大师吸了口气，指着我说：“这小子命格有异，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阴人，难怪那个孙红会缠上他。阴人？”我一脸懵逼地看着唐大师，感觉他说的东西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唐大师的脸上隐隐透着一丝兴奋，他说：“阴人自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灵体，这种人非常容易招惹脏东西，而且一生都会被脏东西跟随。”顿了一下，唐大师接着说：“对于那些脏东西来说，阴人是不可多得的修炼宝贝。我想孙红就是冲着你这特殊的体质来的。唐大师，您想想办法，无论如何帮小沙度过这一劫。”唐大师眯着眼睛想了会儿，说：“办法还是有，就不知道你们家同不同意。”然后唐大师贴着老爷子的耳朵叽里咕噜的低声说了几句，我也听不太清楚，但是老爷子的脸色很明显变了。只有这种办法吗？老爷子颤巍巍地问。唐大师点点头，阴人是上品灵体，其实也不算是一件坏事，这是小沙的命。老爷子重重地叹了口气，跟唐大师道谢以后，拉着我走出祠堂。唐大师在后面说：“记住，今日子时，我在村口那棵老树下等你们。”老爷子把我送回家里，然后又急匆匆地出了门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我昨天一夜未睡，实在困极了，倒在床上呼呼大睡。一闭上眼睛，脑子里就像跑火车一样，噩梦连连。梦里我站在祠堂中央，祠堂里点着蜡烛，阴气森森，只听见一个女人在叫我的名字：“小沙，小沙，快来，快过来！”我回过头，一个穿着大红衣的女人站在我背后，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。那个穿着大红衣的女人不紧不慢地向我走来，鞋子与地面撞击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声响。我很害怕，却发现走不动路。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我喊道。那个穿大红衣的女人并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地向我走来。这时，小青蛇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哎呀！我慌乱地挥舞着双手，从噩梦中惊醒，由于太过用力，竟然翻身从床上滚了下来，摔得眼冒金星。听见声响，爸妈第一时间从外面冲进卧室。我看见爸妈熟悉的脸庞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老妈一个劲地安慰我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过了一会，我总算安静下来，停止了哭泣。这时候，老爷子从外面赶回来，说道：“小沙，你待会跟我出去。”老爸问老爷子：“爹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老爷子坐下来，唐大师说了：“我家小沙是个阴人，天生缺一魂，只有找人补上那一缕阴魂，才有可能躲过此劫。缺魂。”
我满脸讶异，我只听说过缺心眼，还是头一次听说缺魂。我向老爷子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老爷子示意我不要多问，小沙别问那么多，爷爷一定会救你的。一直到了子时，老爷子让我跟着他出门，我紧张兮兮地问老爷子：“爷爷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里？”老爷子没有说话，而是让我赶紧跟上，带着我来到村口。村口的老树下站着一个人影，那人正是唐大师。我想起早上离开祠堂的时候，唐大师说的话。老爷子将我交给唐大师，然后一脸严肃地叮嘱我：“唐大师这是在救你的命，你记好了，要想活命，一切都得听唐大师的吩咐，不可违抗，明白吗？”老爷子很少这般严肃地跟我说话，我也隐隐知道今晚的事情可能涉及到我的性命，所以也不敢顽皮，郑重点了点头。爷爷您放心，唐大师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老爷子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又抱拳向唐大师行礼：“大仙，我把小沙托付于你，小沙能不能度过此劫就靠你了。”大师叹了口气说道：“不是靠我，是看天命。走吧，时辰不早了。”我跟着唐大师出了村口，往后山走去。今晚的月亮有点奇怪，不是白色的，但是带着一点血色，显得有些诡异。我问唐大师：“大仙，我们这是要去做什么？”“给你找媳妇。”唐大师回答道。我一脸懵逼，找媳妇？我这么年轻，而且也不认识对方。我立即问道：“唐大师，对方都不认识我，怎么会嫁给我呢？”大师说：“别问那么多，快点跟上。”过了一会，唐大师停了下来，我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唐大师带着我来到了鬼窟沟，顿时一惊，然后问道：“唐大师，这不是鬼窟沟吗？不是给我找媳妇吗？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”“没错，就是这里。”唐大师回答道。“走，我们过去。”所有的灾祸都是从鬼窟沟那晚开始的，如果那晚王军没有带我们来鬼窟沟，就不会发生这后面的事情。唐大师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把我带到鬼窟沟来？此时正是午夜，鬼窟沟里面阴气逼人，给人一种刺骨的寒意。这个地方白天都是阴气森森的，太阳几乎都照不到沟里，到了晚上，这里就像阴曹地府一样，仿佛有无数的魑魅魍魉从地底下面冒出来。唐大师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，我跟在后面。唐大师在一个坟包前面停住脚步，坟头立着一块墓碑，也许是年代久远，墓碑已经残缺不堪。这是一座民国时期的坟墓，主人是一个叫秋香的少女，死的时候才12岁。唐大师看着墓碑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就听他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”我怔怔地看着唐大师，唐大师回头吩咐我说：“小沙，过来，在坟前跪下。”跪下？我为什么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死人下跪？我心中虽然老大的不愿意，但是想到老爷子对我的叮嘱，话到嘴边，我又硬生生吞回肚子里，在坟前跪了下来。唐大师把手镯放在坟前，然后摸出一对红蜡烛，还有3炷香，全部点燃，然后掏出一张黄纸，黄纸上面写着生辰8字。他用双手夹着黄纸，只听唐大师嘴里念念有词，阴有道，阳有路。今日我带小子小沙，特意向秋香姑娘提亲。秋香姑娘若是答应这门亲事，便收下这对手镯作为聘礼。只要小沙能够平安度过此劫，他日必定修坟造墓，回报秋香姑娘恩情。我惊讶地看着唐大师，唐大师这是在帮我提亲？开什么玩笑！这个秋香早已死了几十上百年，唐大师怎么帮我向一个死人提亲？我看唐大师神色严肃，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的样子。我忍不住说道：“大仙，他早已死了呀！”“闭嘴，别乱说话！”唐大师严厉地瞪了我一眼，吓得我赶紧闭上嘴巴。片刻，坟前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插在地上的红烛倏然熄灭，而那3根香线竟也齐刷刷断成2截。突然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字：滚！唐大师的脸色顿时就变了。唐大师收起手镯，对着坟包抱拳行礼：“秋香姑娘既然不接受，那我们就不再叨扰了。”说完这话，唐大师便带我继续找新娘子。我们在齐腰深的荒草丛中四处寻找着，时而看看这座坟包，时而看看那座墓碑。我虽然年纪小，但我也不是傻子，我也大概明白所谓的新娘子到底是什么了。唐大师带着我找了好几个，都被拒绝了。此时唐大师的面色也变得难看起来：“小子，这是最后一家了，如果他再不答应，那就是你的命了，怨不得别人。”我点点头，心里很平静，像是早已经接受了命运。点烛、插香、烧纸、磕头，同一套动作我已经重复了几10次。我木然地磕着头，忽听唐大师低低惊呼道：“成了，成了！”
我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晚上都在失败，这次竟然成了。我连忙抬头一看，就看见那对手镯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牵引着，一下子吸入泥土里面。唐大师终于露出一丝笑容，他收下了你的聘礼，说明他答应做你的新娘，还不快谢谢人家姑娘。那块破木牌子上面字迹早就模糊不清，根本没法获悉墓主人的名字。我有些怀疑地问唐大师：“大仙，你确定墓主人是女人吗？万一是个男的？”大师指着木牌子说：“这上面不是有个女字吗？有人答应你已经不错了，还不快磕头道谢？”这个时候，天色已经蒙蒙亮了，鬼哭沟里传来清脆的鸟啼声。我哪里还敢怠慢，立马对着那破木牌子磕头道谢：“姑娘的大恩大德，我没齿难忘。”正磕着头呢，小青蛇突然出现在了坟头，尾巴上挂着手镯，我顿时呆住了。这条小青蛇我太熟悉了，之前我救过它的命，后来它也救过我的命，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见它。我看见蛇尾上挂着的手镯，突然有些沮丧，看来并不是墓主人收下了这对手镯，而是小青蛇把手镯拖进土里去了，说明墓主人并没有答应我的提亲。天色已经完全放亮了，阴婚计划彻底泡汤，这一劫看来我是躲不过去了。没想到唐大师却拍了我一巴掌，面露惊喜之色，还傻愣着做什么？赶紧给柳仙家磕头呀！你小子也是命好，居然有仙家肯出手帮你，这下你有救了。民间有五仙狐黄白柳灰，狐指的是狐狸，黄就是黄鼠狼，白是刺猬，灰是老鼠，其中的柳指的便是蛇。蛇是通灵的动物，在我们这里又叫地龙。传说修炼成精的蛇头上能够长角，然后渡劫飞升。唐大师这里所说的柳仙家，指的便是这条小青蛇。唐大师冲那小青蛇啪的一抱拳，敢问这位柳仙，你真的愿意帮助小沙吗？小青蛇径直朝我游了过来，我满心欢喜，赶紧摊开手掌，玉蛇聪明地爬到我的掌心里。唐大师说：“走吧，赶紧回家，跟柳仙拜堂成亲。”我跟着唐大师走出鬼哭沟，回到家里，爸妈和爷爷都没有睡，显得有些憔悴。看见我们回来，老爷子赶紧问道：“大仙，成了吗？”大师点点头，老爷子把唐大师迎进堂屋。大师把昨晚的一番奇遇给爸妈讲述了一遍，爸妈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半天回不过神。老爸舔了舔嘴唇，跟蛇成亲。唐大师摆摆手，对，但不是普通的蛇，而是柳仙。不用紧张，这是小沙的福气。爷爷说道：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到了此时，外面已是夜深人静。唐大师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子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命了。”我点点头，向唐大师抱拳行礼：“谢谢大仙。”大师跟我爸妈和爷爷道别之后便走了。我带着小青蛇回到卧室，便把小青蛇放了出来。看着小青蛇，我的心里感慨万千，没想到我竟娶了个蛇妻新娘，她真的能保住我的命吗？我吹灭红烛，钻进被窝，小青蛇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有个人站在我的床前，吓得我一下站了起来，颤巍巍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他笑着问我：“你说我是谁？”嘻嘻，你真好玩。柳叶捂嘴笑了起来。我说：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床上？”少女轻轻吸了一下鼻子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说出一句令我极其震惊的话来：“我是谁？我是你的妻子呀！”嘻嘻，妻子？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妻子？我顿时就愣住了，猛地睁大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这个青衣少女，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：“你是那条小青蛇？”青衣少女点点头：“对呀，我叫柳叶。”喂，你不会想悔婚吧？柳叶眼神直直地看着我：“悔婚？你是那条小青蛇吗？”我怯生生地问，心里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你这人年纪不大，但是却像老头子一样啰嗦。柳叶撅了撅小嘴。就在这时候，柳叶忽然说道：“快躺下，他来了。”他是谁？我疑惑地问。别说话。柳叶的声音有些严肃，待会儿不管你看见什么或者听见什么，你都躺着不要动，只要你不发出声音，他就不会发现你。说着，柳叶突然往我嘴里塞了一个东西，那东西就像一个指甲壳，冰凉凉硬邦邦的，含在嘴里他就找不到你了。柳叶说着，便把我一把拽进被窝里面。院子外面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那风来得好急，吹得窗户哗哗响。卧室里的气温仿佛陡然降低了许多，即使躺在被窝里面，我也感觉到阵阵森冷的寒意。我很紧张，不知道柳叶口中所说的他究竟是谁。窗户上渐渐显现出一个影子，那个影子就像鬼魅一样扭动着，慢慢的，那个影子变成了一个人影。我瞪大眼睛看着窗户上的人影，大气都不敢出。
那个人影站在卧室外面，虽然隔着窗户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那人正在打量着我。我越看越觉得这个人影有些熟悉，像是在哪里见到过。从人影的曲线轮廓不难看出，这是一个女人。她的身段婀娜玲珑，长长的头发盘在头上，很有气质的感觉。我突然就愣住了，窗户上的这个人影，不正是那个穿着大红衣的孙红吗？此时卧室很静，突然耳畔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小沙，你在哪里？”我当然不敢回答，死死用舌头抵住牙关。那女人叫了好几遍我的名字，声音很妖娆，仿佛要把我的魂儿都给勾过去。见我没有反应，女人便也没有再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卧室里突然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：“小沙，这不是老爷子的声音吗？”这时柳叶提醒我不要说话，老爷子一直在呼唤我：“小沙，小沙。”我紧咬着嘴唇，仍然坚持着不说话。又过片刻，那个声音再次发生了变化，竟然变成老妈的声音，如泣如诉：“小沙呀，我的儿呀，你在哪里呀？妈妈找的你好辛苦呀！”老妈不停地哭喊着，我听得非常揪心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有好几次我都想大声答应，但终究还是忍住了。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老妈明明知道我在卧室里面，她为什么要来找我？而且还说找我找得好辛苦。不对，绝对不对，这肯定是那个死女人在作怪。想到这里，我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心中再也不受那女人的骚扰，索性闭上眼睛假寐。那个女人又喊了一会儿，大概自觉没趣，终于露出原本的声音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哼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咱们走着瞧。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房间外突然传来喔的公鸡打鸣声，远方的天空泛起了一丝鱼肚白。我扭头想看看柳叶的时候，却发现身边空荡荡的，哪里还有柳叶的影子？这时脑海里面响起了柳叶声音：“不要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出去。”昨晚出了一身冷汗，腻在身上很不舒服。我刚准备出去洗个澡，赫然发现地面上、墙上、天花板上竟然留下许多密密麻麻的泥脚印。从那些脚印的大小来看，很像是女人留下的脚印。我一时间有些愣神，这些脚印是怎么回事？谁来过我的房间吗？我突然打了个冷战。孙红，这些脚印肯定是昨晚孙红留下的。老爷子和爸妈走进房间，关切地问我昨晚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爸妈显然又熬了一个通宵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我摇摇头说没事，让他们不用担心。老爷子抬头看见满墙的泥脚印，脸颊禁不住抽搐了一下，铁青着脸问：“那个女人昨晚来过了？”我点点头。老爷子吸了口凉气：“小青蛇救了你。”我又点了点头。老爷子紧绷的脸色顿时舒展开来，他双手合十，激动的道谢：“谢谢柳仙儿，谢谢柳仙儿呀！”老爷子高兴地说：“快去把唐大仙请回来，今儿个好好摆两桌，我要请他好好喝顿酒，当面感谢他，他可是咱们李家的大恩人呀。”见我度过劫难，爸妈也很高兴，赶紧下去张罗。老妈负责做饭摆酒，老爸披上外衣出门去找唐大师。老爷子拉着我向我询问昨晚的情况。我想起柳叶的嘱咐，便简单的说了一下昨晚的情况。过了一会儿，就看见老爸神色匆忙的从外面走进来。出事了，老爸说。出啥事儿了？老妈慌慌张张从灶房里追出来。唐大仙埋在祠堂里的那对手镯被人偷了。老爸一个劲的摇头，原来昨天晚上唐大仙又把手镯埋在了祠堂里面。老爷子生气地说：“狗日的，真是猪油蒙了心！那对手镯要是流落出去，还得死人。走去祠堂看看。”我跟在老爷子屁股后面一溜小跑来到祠堂。祠堂门口已经聚集着不少人。唐大师沉着脸不说话，村长面色阴冷，那张脸就像进水的抹布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几个孩子站成一排，村长的目光从这几个孩子的脸上一一扫过。他说：“那对手镯是鬼物，会死人的。小军的死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你们这群臭小子，唐大仙好不容易救了你们，现在居然有人不怕死，敢偷那对手镯！我最后问一遍，是谁偷了手镯？赶紧交出来！”几个孩子面面相觑，谁都不承认偷了手镯。我家孩子教养很好的，不可能偷东西，就是手镯偷来也没用啊。李村长，你会不会弄错了呀？那几个孩子的爸妈在嘀嘀咕咕地抱怨起来，毕竟谁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小偷。村长厉声呵斥道：“都给我闭嘴！手镯在祖宗香炉里这件事情，只有这几个孩子知道，不是他们偷的，还会是谁？到底是谁偷的？赶紧举手承认！只要老老实实交出手镯，我也不会责罚他。”这个时候，就看见李二颤巍巍地举起手。村长对着李二喝问道：“李二，是你偷的手镯？”李二赶紧摇了摇头：“不是我。”村长气得胡须都翘了起来：“不是你，你举什么手？
李二嘀咕着说：“我刚才出门的时候，好像看见了那对手镯。你在哪里看见的？”唐大仙一个箭步跨到李二面前，把李二吓了一大跳。李二嗫嚅道：“我腰婶今早带了对手镯，跟丢失的这对手镯很像。”李村长说：“去把他腰婶叫来，当面一对就知道了。”李二的老爸点点头，站出来：“我去把我幺弟媳妇叫来。”村长焦急地在祠堂门边走来走去，约莫1刻钟功夫，就见李二老爸气喘吁吁走进祠堂，面色不太好看。“人呢？”村长问。李二老爸生气地说：“那婆娘泼得很，连我都骂，还把我赶了出来。”村长跺了跺脚，气冲冲地往李家走去，所有人都跟在村长后面。一行人来到李家，李二的幺叔看见村长上门，便向家里面跑去。村长立即喝问道：“我说老李，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你在跑什么？”李老幺心虚地站在了门外。这时他婆娘大咧咧地出来了，我看向他的手腕，果然戴着那对手镯。唐大仙眼睛雪亮，立马对村长说：“就是那对手镯。”村长很生气，让那婆娘把手镯交出来。没想到那婆娘竟然耍起了无赖，口口声声说：“这对手镯是我家老李从城里买回来的，凭什么要白白拿给你们？你们有证据证明这个手镯是你们的吗？”村长气得吹胡子瞪眼：“好，你不交出手镯是吧？等你大祸临头的时候，那就是活该，没人会同情你。”那婆娘张嘴就开骂了：“哟，你这个老不死的，早上出门没刷牙吗？说话怎么这么臭？我看你才是大祸临头呢！”唐大师突然冲到那婆娘面前，想要夺走那对手镯，不料那婆娘戏精附体，唐大师还没碰到她呢，她就倒在地上嚎啕大哭：“呜呜呜！你个老流氓，居然占我便宜！李老幺，你个窝囊废！你婆娘被人欺负了，还被人吃豆腐，你也忍得下去？哎呀呀！”李老幺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锄头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谁敢欺负我老婆，我杀了他！”面对如此无赖的两口子，众人也没有办法。大仙叹了口气，自寻死路，谁也救不了他们。顿了顿，大仙又对李二老爸说：“李老大，回去准备2口棺材吧，他们离死不远了。”说完便离开了。所有人都预料到李老幺会出事，但是谁也没想到报应竟然会来得这么快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还在被窝里，就听见李家传来噩耗，说李老幺和他媳妇死了。原来李老大始终觉得自己家的人偷了老祖宗的东西，觉得不光彩，便一早去李老幺家劝他把手镯还回去。没想到来到李老幺家里的时候，便发现他们淹死在了水缸里面。李老幺两口子固然是死于贪婪，但是那对手镯的主人孙红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天上挂着火红的太阳，我却感觉脊背发冷。看样子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结束。对于李老幺两口子的死，村民们也没有太多的同情，毕竟这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李老大也没有脸面设灵堂，只是托人打了2口棺材，连下葬仪式都没有，匆匆把棺材埋了。村长找到唐大师，唐大师正在我家。村长说：“唐大师，这事儿看来不算完呀，你能不能想个法子把这件事情了结了？你要多少钱，尽管开价，我只希望不要再死人了。你说咱这旮旯虽然偏僻，但这么多年风调雨顺，也算是一方净土，怎么就出了这样的破事儿呢？”唐大师面色凝重地说：“村长，你去准备点东西，今晚开坛请魂。”入夜，村民们跟随唐大师来到祠堂，按照唐大师的吩咐，祠堂门口已经摆放好一张红木条桌，条桌上铺着黄布、香炉、白蜡烛、冥纸、鸡头、糯米等东西在桌上一字儿排开。唐大仙还有什么吩咐？村长问。大仙右手掐算了片刻，朗声说道：“生肖属虎、属龙还有属鸡的留下，女人和其他人全都回去吧。”村长挥挥手说：“大家听从唐大仙的安排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”很多村民都走了，祠堂门口还剩下一些人，一下子显得冷清不少。我正好属鸡，所以也留了下来。唐大仙说：“属龙的站出来。”几个属龙的站了出来，你们一人捧着一根香线去祠堂里面，分站在祠堂的各个角落。顿了顿，属虎的站出来，你们在祠堂门口分站成2列，每人手里捧着一支燃烧的白蜡烛。然后大师对我和李二说道：“你们2个属鸡，又是童子，待会站在我身边当我的护法童子。”我和李二点点头。大师继续说道：“一会儿你们不管听见什么声音，或者看见什么诡异的事情，在场的人都不要发声，一切交给我来处理。”所有人都很紧张。开坛请魂，请的当然是孙红的魂。这个凶煞已经连害3人性命，今晚他真的会出现吗？只见唐大师从桌上抓起一叠冥纸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。”
唐大师将手里的冥纸往空中一抛，夜风一吹，漫天的冥纸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。大师让我和李二帮忙点燃桌上的白蜡烛，然后他自己点燃3炷香。令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大师竟然是倒着把这3炷香插进香炉里面的。然后唐大师咬破自己的右手食指，将鲜血涂抹在鸡头上面，把鸡头摆放得端端正正。接着，唐大师将铜钱撒在面前的地上。做完这一切，唐大师背负着双手站在桌子后面，就像木头桩子般一动不动，脸上也没有半点表情。桌上的白蜡烛自然烧着，四周一片死寂，给人的感觉阴气森森，没有人说话，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着祠堂前面的那个路口。过了约莫5分钟，突然卷起一股阴风，那风来得又快又急，一下子就把白蜡烛吹灭了，周围的温度突然降低，就像那晚我在被窝里的感觉，阴冷刻骨，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唐大师从兜里摸出2枚方孔古钱币，猛地按在桌子上，那股阴风立马消散开去，我们顿感压力骤减，忍不住长吁一口气。抬头一看，只见那些人手里捧着的白蜡烛也全都被这股阴风吹灭了，整座祠堂陷入一片混沌的黑暗。唐大师沉声说道：“小沙，李二，把蜡烛点燃。”我点点头，点燃桌上的白蜡烛。李二非常紧张，半天都点不燃，整座祠堂就只剩下我面前的这支白蜡烛，孤零零地燃烧着，光亮非常微弱。今夜的月色原本还挺明亮的，但是现在不知从哪里飘来了乌云，把月亮给遮住了。黑云中隐隐看见月亮变成了恐怖的血红色。民间有传，血色月牙，必生妖邪。咯咯，风中突然传来几声鬼笑，又尖又细，明显是女人发出来的，仿佛远在天边，又仿佛近在咫尺，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。留在祠堂里的全都是男人，没有一个女人。那么这个声音，他来了。唐大师沉声说。我们屏息凝神，紧张的不能呼吸，就看见面前赫然出现了一个脚印，1个、2个、3个，脚印由远及近，从路口一直来到桌子前面。脚印停了下来，虽然看不见人影，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此时此刻孙红就站在桌子前面，距离我们不到3米。我身上的汗毛全都倒竖起来，阴冷的气息就像利刺扎入我的每个毛孔。对于请魂这种民间秘术，我倒是听说过，今日亲眼目睹，实在是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个时候，唐大师开口说话了：“孙红，你有怨气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咱们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已经连续害了3条性命，到底要怎样你才肯收手？”唐大师话音刚落，就听扑通一声，李二突然翻身栽倒在地上。我心中一惊，不是吧，李二这厮吓晕过去了吗？我本来想过去扶起李二的，但我想起唐大师的叮嘱，立马硬生生收住刚刚迈出的腿。李二倒在地上，静默几秒钟以后，突然开始抽搐起来，就像癫痫发作一样，浑身剧烈颤抖，不停地翻着白眼，瞳孔里一片死灰色。唐大师厉声呵斥道：“有话你就说，上一个孩子的身做什么？”咯咯咯，李二发出一串阴结的笑声，就站了起来。他突然开口说话了，但是这一张口立即就让我震惊了。李二的声音竟然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老头，有点本事，我倒是小看了你。”李二冷冷盯着唐大师，他的脸上明显笼罩着一层黑气。唐大师沉声说道：“直入正题吧，怎样你才肯罢休？”嘻嘻嘻，李二掩怼笑了起来，阴冷冷地说：“要我罢休？可以啊，你们只需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”什么事？唐大师问。李二突然伸手指着我，阴森森地说：“只要把他交给我，我保证不再骚扰你们村。我的目标只有他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不把他交给我，我就会一直杀人，直到把你们村夷为平地。”李二的话阴冷冷的，就像刀子一样，一下又一下扎在我们的胸口上。面对孙红提出的这个要求，唐大师直接断然拒绝了。“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不可能把小沙交给你。”李二怒道：“难道你要用全村人的命来换他一个人的命吗？”唐大师面若冰霜，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威胁我，尤其是女人威胁我。唐大师这话说得很有气魄，李二的口吻格外的阴沉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，到底要不要把小沙交给我？滚！唐大师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李二气得快要炸毛了。滚！唐大师的眼神就像利剑，瞳孔里金光爆射。李二狠狠跺了跺脚：“老头，你会为你今晚的决定付出代价的。”唐大师手掌一翻，一个箭步冲到李二面前，掌心里倒扣着古钱币，猛地拍在李二的天灵盖上。呜！一缕黑气从李二的脑袋顶上飞出来。这时空中响起了孙红的声音：“啊啊啊！你们给我等着！”
扑通，李二又倒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就像死了一样。我看着昏迷不醒的李二，很害怕，担心地询问唐大师：“大师，李二他没事吧？”唐大师说：“没事，只是鬼上身伤了阳气，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。”我点点头。李二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唐大师拍了拍手，告诉大家没事了，让村民们各自回家休息。但是那些村民并没有走，而是聚集在一起，挡住了祠堂大门。还有事吗？唐大师疑惑地问。李叔站了出来：“大仙，你一定要救救小沙，还有村里的孩子，大不了我们这些老骨头跟他拼了。”就是老子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鬼呢。这时村民里有人发声了：“李叔，大家，小沙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你是我们一起看着长大的，而且平时你家没少帮助大家，你放心。我们不会把你交出去的。”我就不信了，他还能翻天不成？而且我们还有唐大仙呢。此时我心里一阵感动，连忙说道：“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”好了好了，唐大师说道：“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一定会救他们的。”小沙，你留下。大家纷纷道谢后便离开了。小沙，没事的，我们要相信唐大师。李二安慰我后便走了。等到大家走完后，唐大师对我说道：“原本我以为他们会牺牲你去挡灾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你们村的人没有这么做。现在孙红被我打伤逃走了，这几天我要回去准备准备，过几天我们就来会会这孙红。你这2天就待在家里，没事别出门。”我点了点头。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。回到家时，爸妈和爷爷在房间，显然又是一晚上没休息。小沙，怎么样？事情解决了没？我简单的说了一下昨晚发生的事。说完后，爷爷对爸爸妈妈说道：“我们待会买些鸡蛋礼品去每家每户道谢。小沙，你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。”我点了点头。然后爸妈和爷爷便出去买东西了。我回到了房间，看见柳叶也在，我急忙走过去。柳叶好奇的盯着我便说了一下昨晚的事情。柳叶听完后沉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看来这孙红是铁了心不放过你。小沙，你待在家里别出去，我出去一会儿。你要去哪？”我连忙问道：“我去找些东西，别问那么多。”说完，柳叶便走了。我躺在床上思来想去，不一会儿便睡着了。小沙，小沙，谁在叫我？我睁开双眼，看了看四周，顿时惊住了。我不是在睡觉吗？怎么来到了鬼哭沟？莫不是孙红把我弄过来的？这时，一阵阴风吹来，小沙，小沙，这声音又响了起来。不对，这不是孙红的声音，这是男的声音，而且还很是熟悉。突然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转过头一看，小军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不是被孙红害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往后跳了一大步，突然小军变得满脸狰狞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小沙，我好无聊，你快点来陪我。”我一脸惊恐地问道：“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我要去哪里陪你？”死了，哈哈哈哈！对，我死了，可我的主人孙红叫我来带你走。小沙，你快过来，你快过来！主人孙红，妈呀，救命！怎么又是那个女人？此时只见小军开始慢慢向我走来，我想跑，却发现双脚走不动路。我大喊道：“你有病吧？害死你的是孙红，又不是我，你找我干嘛？”这时的小军仿佛是听不到我说话一样，不断地向我靠近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快来陪我，快来陪我！”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就在他要碰到我时，眼前突然闪过一阵金光，扑通一声，我从床上掉了下来。我看了看四周，发现在家里，原来是在做梦呀！可为什么这么真实？我赶紧爬了起来，我以为是在做梦，也就没有放在心上。第二天中午，我躺在房间，柳叶急冲冲地跑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盒子，脸上显得非常的憔悴。我赶紧站起来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你去哪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此时柳叶急促地说道：“小沙，待会你让爷爷把唐大师叫过来，然后把这个盒子交给他。”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连忙问道：“你别问那么多，小沙，相信我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我要休息了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盒子交给唐大师，到时候他会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的。记住，你千万不要打开这个盒子。”柳叶说完，把盒子交给我之后便消失了。我连忙来到客厅，找到爷爷，简单的说了一下，爷爷便出去找唐大师了。过了1刻钟，爷爷带着唐大师来到了我的房间，我把盒子递给了唐大师。这时唐大师闭着眼睛伸出手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哈哈哈哈，唐大师嘴里突然发出一阵大笑，把我和老爷子吓了一跳。爷爷连忙问道：“唐大师，这是怎么了？”唐大师开口说道：“小沙有救了，你们村也有救了。”我和爷爷紧紧地盯着唐大师，大师继续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这小蛇妻对你可真够上心的，居然找到了孙红的尸骨。唐大师，你是说这盒子里面装的是？”
爷爷话还没有说完，便被唐大师打断了。没错，这盒子里面装的正是孙红的尸骨。既然找到了孙红的尸骨，那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心里一阵感动，没想到柳叶出去是为了帮我。紧接着，唐大师又说道：“事不宜迟，那我们今晚就开坛做法。我先回去准备准备，小沙，你在家里面等着，我晚上过来。”晚餐过后，唐大师带着我来到了祠堂。唐大师他变戏法似的掏出一个坛子，我指着那个陶瓷坛子问道：“大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”大师笑了笑：“小子，这可是封魂坛。封魂坛，这名字还挺酷的。”唐大师没有理会我惊讶的表情，继而说道：“等下我会把孙红引出来，你在边上拿好盖子，随时听我命令。”说着，大师把封魂坛的盖子递给我。此时我非常的紧张。这个时候，唐大师点燃3炷香，倒插在封魂坛里，然后在封魂坛两边的地上各自插上1支白蜡烛。大师摸出冥纸，开始往封魂坛里烧纸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外面阴风大作，吹得祠堂门口的大树呼呼作响。大师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用眼神告诉我他来了。我点点头，紧张的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祠堂里突然吹来一阵阴风，直接把封魂坛两边的白蜡烛都给吹灭了。一股无形的寒意扑面而来，虽然我看不见孙红的鬼影，但我清楚的知道孙红已经走进了祠堂。大师对着前面说道：“孙红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这事情能不能收手？”这时，孙红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前面，接着发出一声诡异的笑声，哈哈哈哈！接着说道：“臭老道，不要多管闲事，就凭你这小小的修为，能奈我何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小沙交给我，这事就算完了，不然我杀过你们村的所有人。”听着孙红的话，我心里很是紧张，这该死的女人居然还不肯放过我！孽障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唐大师说完，便闭着眼睛，嘴里不停地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这时，孙红说道：“臭老道，给你脸了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拿命来！”此时，唐大师身上散发出金色的光芒，而孙红身上涌起了黑色的烟雾。我明白，唐大师与孙红已经开始交手了。唐大师身上的金光和孙红身上的烟雾碰撞了起来，你来我往，有来有回的。过了一会儿，烟雾突然消失了，唐大师和孙红打斗在一起，肉眼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这时，祠堂里面一会儿金光闪闪，一会儿烟雾黑沉沉的，给人一种极其诡异的感觉。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怎么样，但我知道他们的实力不分上下。此时我大气都不敢呼，生怕会打扰到唐大师。突然，唐大师跳到了我的面前，大声喝道：“孙红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快收手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孙红发出了一声怪异的笑声，接着说道：“臭老道，自己都顾不上了，还让我收手，拿命来！”然后孙红身上的烟雾向我们涌了过来，相反，唐大师身上的金光越发的暗淡。就在烟雾即将碰到我们时，太上老君急如律令。只见唐大师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把桃木剑，对着孙红，剑上不停地闪烁着电光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。面前的烟雾慢慢的往后退了回去，就要退到孙红身上时停住了，场面瞬间僵持住了。这时，孙红说道：“老东西，有点东西，不过这点把戏可还不够。”说完，孙红身上的烟雾又开始向我们这边涌了起来。唐大师突然把剑指向封魂坛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。突然，唐大师把手指咬破，往剑上一抹，一阵金光从剑身飞向封魂坛，封魂坛上的火猛然大了起来。啦啦啦啦！孙红发出一阵惨叫：“你们怎么会有我的尸骨？”孙红急忙说道，接着说道：“原来那条蛇和你们是一伙的。”唐大师说道：“孙红，你作恶多端，不是不报，而是未到。现在天时地利人和，还不快束手就擒！”哈哈哈哈！死老头，想要我收手，这不可能！别以为只有你有帮手，王军还不出来！只见小军突然出现在孙红的面前，满脸狰狞。我猛然一惊，王军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难道那天不是在做梦？哈哈哈哈！死老头，没想到吧？现在我都动不了。王军，快去干掉那个老头！是，主人。小军说完，便向我们走了过来。此时，唐大师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，急忙对我说道：“快拿起封魂坛，对着孙红。”然后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我顾不上这火焰，拿起封魂坛，对着孙红。”唐大师赶紧喊道：“太上老君，急如律令，收！”这时，封魂坛上的火焰突然消失了，接着传来一股吸力。啊啦啦！王军，快阻止他们，不然我让你魂飞魄散！孙红急忙喊道。这时，小军突然停住了，他盯着我，狰狞的脸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了。小沙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
小军突然说道。就在我一脸懵的时候，小军突然出现在孙红的背后，往前一推，便和孙红一起进入了封魂坛。啊啦啦啦！该死的封魂坛中传来一声惨叫，接着不停地动了起来。小沙，快把盖子盖上！唐大师立即喊道：“大师，可小军他还在里面。”我哭着回答道：“我属实没想到小军会救我，心里面很感动。小沙，别浪费小军的好意，不然等孙红出来，咱们都要死。”我一时说不出话，但想到孙红出来会害死所有人，可能小军不想看到这个场面，才会做出这个选择，我便盖上了封魂坛，封魂坛立即就不动了。唐大师大口的呼着气，我心想着结束了，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